很多人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啊，甚至有一点孤僻虽然觉得自己嘴上并不是很好说话，但是我心常热，其实是一场感天动地的自我消耗。有的人觉得自己虽然嘴上不好，但是呢，其实心肠很好。但是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呢，成人的社交逻辑里，没有人真正的有时间和精力，透过你那言语下的外壳，去真正揣测你那脆弱敏感的心。这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其实是把自己的好运给赶走了。我们换位思考一下，你愿意和一个整天贬低你、否定你、对你进行言语 PUA， 却在物质上给予你的这一类人生活在一起吗？现实是只要是一个精神独立、身体健全的人，都不会选择这种令人窒息的关系。所以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最后的结局呢，通常有些低迷。你付出了所有，却只换来一个被你养废的无能的依附者。而那些真正有能量的人，早就被你的毒舌赶跑了。我身边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家庭悲剧，一位母亲独自拉扯大10个孩子，而且还是上全职班，而父亲除了抽烟喝酒看报纸，对家庭毫无贡献。按照常理，这位母亲应该是全家人的英雄，可结果却是10个孩子都不愿意亲近她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他那张臭嘴，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永远是谩骂和抱怨。虽然长大后我深知这是因为他承担了超乎常人的压力，而他的精神能量又不足以支撑这个负荷，导致他只能通过言语去排毒，而这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。她越骂，她的丈夫越不敢帮她，孩子们也越不敢掺和，大孩子也不敢带小孩子，她压力就更大，骂得更凶。最后，这个本该互相扶持的家庭，变成了一个只有负能量回响的冰冷容器。习惯性反驳正在杀死你的贵人缘。命理中有一个词叫阴差阳错，这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一种习惯性反驳的肌肉记忆。有些人说话第一句永远是你说的不对，不是这样，即便他们后边表达的观点其实是赞同对方的，但他们必须先在能量上把对方打回去。这种习惯会制造巨大的隔阂，比如请他吃东西，他明明想吃，却非要反问或拒绝，导致请客的人自己觉得多此一举；或者他总喜欢用反问句说话，你没吃饭吗？听起来就像在审问和挑衅。长此以往，这种习惯性屏蔽他人能量，只顾脑补自嗨的行为，会让你彻底丧失对现实的理解力，身边的贵人和机会也会被你这张嘴亲手推开。别让你的嘴成为金钱的绊脚石。财富的贫穷本质上是思维的坍塌，而这种坍塌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你的语言。如果你看到喜欢的东西，习惯性脱口而出我买不起，这就在潜意识里给自己判了死刑。我们要学会把我买不起这种匮乏性思维转换为成长性思维。我要想办法赚到这笔钱去拥有它，或者我选择把现有的资源投放在更有意义的地方，停止那些我没财运、我存不住钱的自我诅咒吧。当你开始学着把收入和支出管理得明明白白，并能平和地赞美他人的财富时，你的金钱磁场才会真正转动。改运从每一句话开始，想要彻底改运，首先要建立观察者意识。当你意识到自己又要习惯性反驳，又要恶语相向，又要自我否定时，请立刻停下来，尝试在开口前先肯定对方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或者你这样想也很有意思。不要再去沉溺于那些负面的社会新闻，那只会让你的磁场更加浑浊。请记住，感恩不是一种形式，而是一种改运的底层逻辑。当你开始练习视觉化成功，并学会用温柔有力的语言去承接世界的能量时，你的命运才会真正迎来翻天覆地的转机。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从贫穷匮乏转向能量丰盛的实操指南。第一点，社交逻辑是从习惯性防御转向顺向承接。阴差阳错本质上是沟通的错位，通过改变开场白可以扭转磁场。这里有禁忌语，比如说不是，你说的不对，我听你吹，把它改成你这样想也有道理，你说的不错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
这里的心法呢，就是先接住对方丢过来的能量，不要第一时间反弹回去，即便有不同意见，也要在肯定对方的合理性之后，再陈述自己的观点。第二点呢，是财富的逻辑，从定论式匮乏转向建设性追求。财富的贫穷始于你对自己设下的语言诅咒。这里有一些禁忌语，比如说我买不起，我没这个命，我永远存不住钱。把它换成我正在想办法赚到买它的钱，我选择目前先投资在更有价值的地方，我正在学习明智的管理金钱。这里的心法呢，是停止穷苦命的自我暗示，通过明确记账、掌握收入支出来建立我对金钱有掌控力的自信。第三点呢，是家庭的逻辑，从排毒式谩骂转向有效能量互助。比如说，谩骂只会让身边的人逃离，最终导致自己孤立无援。那这里的禁忌语呢，是除了我没人管这事儿，你们都是白眼狼。还有比如说恶狠狠的反问句，你没长眼睛吗？你是蠢吗？改运语，我现在的压力很大，我需要你们的帮衬，我很感激你今天帮我分担了什么什么事情，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个。这里的心法呢，是意识到刀子嘴并不能减轻压力，反而会增加阻力。感恩是纠正与延长最快的方式。第四点，意识重塑，从被动受害者转向主动创造者，通过视觉化我们下一期要讲的和环境清理，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期，彻底改变底层磁场。然后呢，还有3点实操。第一点就是信息的排毒，停止观看那些男女对立社会骗局霸凌等负面新闻，避免这些信息加重内心的匮乏。第二点是视觉化练习，每天花一点时间想象目标已经达成的场景，通过吸引力法则，让你的意识先达到目的地。然后呢，现实的路径会自动生成。第3步呢，就是观察者模式。当你察觉到自己又要说出那些刻薄话或自卑话时，平静地观察它，然后用上面提到的改运语代替它。这里有个7天的挑战主题第一天就是我们观察者觉醒，观察自己全天的反驳倾向。每当想说不或不对时，先停顿3秒。不是这样，你说的不对，变成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也在想这个。第二天呢，就是能量承接，练习顺着对方的话说，即便不同意，也要先接住对方的能量，再陈述观点。从听我说，你听我的，改成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这个想法很有意思。第3天是财富扩容，停止对金钱的匮乏性定义，观察自己在面对花销时的第一反应，不要说我买不起，我没财运，而是说我正在想办法赚到买它的钱。第4天，疑问句排毒，将所有的反问句替换为诚恳的询问句，不要用反问去审视他人。你没吃饭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改成你吃饭了吗？我想请教一下关于什么什么的问题。第5天是感恩磁场，对身边的人进行一次真实的感激表达，把那些挖苦的话替换成具体的谢意。比如说，不要说除了我没人管，你们都欠我的，改成我很感激你今天帮我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。视觉化目标已经达成的场景，停止脑补负面结果，转而想象成功的路径。不要说万一失败了呢，我不行，而改成目标已达成，路径正在显现。第7天，丰盛管理，明确记录每一笔收入与支出，建立对财富的掌控感，停止自我诅咒。不要说我永远存不住钱，我没有财运，而是改成我正在明确地管理我的金钱。这些不仅是语言的练习，更是命运的翻转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启发，请务必点赞、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，顺便开启小铃铛。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在为自己的正能量场加持，也能让这些改运的智慧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明天我们的内容更劲爆，你是不是总在苦恼如何达成目标，总觉得成功的路径太模糊、太遥远？
明天我将带你进入更深层的训练——视觉显化法。我会教你如何通过在大脑中精确的预演结果，让宇宙自动为你生成达成目标的路径。你不需要纠结怎么做。当你学会让意识先达到目的地，现实的路径就会自动连接，带你精准降落。明天见，我们一起视觉化你的辉煌人生。